在重庆大山的深山峡谷里，竟然有一条横亘在悬崖绝壁上的人工天河。它是这里的村民徒手花了3年时间才凿开的，当地人还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——挂壁水渠。远远望去，壁立千仞，100米的悬崖绝壁上，仿佛一条腰带环绕半山，清水哗哗奔流，涌向天际，湍急水流蜿蜒栈道。水渠就是悬挂在绝壁的中间。拖行的栈道有的不足1米，一边是潺潺流水，一边是高达300多米的万丈深渊，真的是非常的惊险。难以想象，在这么高的悬崖峭壁上，当年是怎么修建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挂壁水渠这里了。刚才我们就是由前面的那个村庄走过来的。这个村庄呢，现在只有几户人家居住。这个水源呢，就在我的脚下，可以听到一股哗哗哗的一个水流声，就是这里了。不要小看这个水源，这个水源可是当地村民费了千辛万苦才把这个水源给凿出来的。这个只是它的一个起点，前面呢还有更惊险的一段，我们现在走上去体验一下。这个水渠不是很宽，只够1个人行走。刚开始感觉到挺平常的，但是等一会儿让你们感觉到什么是惊险了。走到这里呢，看到这前面有几个水泥墩，然后前面呢它是有一个红色栏杆加持的，我感觉应该走入惊险的一个地段了。哇，好高的一个悬崖，在底下就是一个峡谷，我感觉这个峡谷它是深不见底的。这里好矮啊，小心碰头。看这个岩石，它是那种凹凸不平的，我感觉很容易被它绊倒。还好有这个栏杆，如果说不小心被它绊到的话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高了吧，都看不见底下。目测的话，距离地面的话，应该有几百米高的这个样子。我感觉我们已经走入最危险的一个地段了。看这个岩壁，非常的矮，需要俯着身才能走。看这个，我感觉这个好危险呀！看我头顶上的这个岩壁，它这个水渠和当初这个走的这条栈道，它都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山洞，跨过去看一下。我看到这个水流动的时候，头有点晕，我是不是有点晕水啊？这底下居然是悬空的耶！这个山洞不知道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还是天然形成的，给我感觉它应该是天然形成的。看这个。这个是树木的一个根系，都长这么长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栈道，它都是用那个人工把这个石头堆砌起来的。再看底下，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修这个水渠的时候有多么的困难。村民说呢，他们在修这一段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们是把人从那个悬崖上，然后用绳子拴在这个腰部，然后慢慢的放下来，然后再站到需要开凿的一个地方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修建这个水渠的是多么的困难。
真的是无法想象。它这个是千仞绝壁，都是没有地方立足的。这里真的是好矮啊！我这种个子都要俯着身走。刚才我们有说到，它这个是用石头垒砌起来的，这里就很明显可以看出。快看这里，这里更加低矮。我估计的话要趴着过去这个地方。那种高个子就遭殃了。往这里过来真的是太困难了，而且旁边呢都是那种光秃秃的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它这条悬崖水渠是开凿在这个千仞绝壁的中上方的。这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看底下，底下就是一个峡谷，上面还有水。不过现在是枯水季，没有什么水。我们刚才从那个起点走过来的时候，都已经走了好远了，没想到那边还有那么长的一段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渠所用的一个材料，它是用这种水泥，还有这种泥沙，还有这个是石头。我感觉我空手都已经举步维艰了，很难想象到它这个在车路不通的情况下还能把这些材料给运上来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这条水渠听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修建的，当时修建这条水渠的时候是为了扯千叶电站而建的。这条水渠不仅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，而且还解决了部分的农田灌溉和村民的出行问题。在这条水渠没有修建的时候，那它当地的村民是怎么解决这个吃水问题的呢？看下面它是有水源的。当地村民就是从山上往山下把那个水一挑一挑给挑上来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不敢走了。看这个水渠的走势，它应该是从上面的峡谷最上方给引下来的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往前走了，因为我的脚已经开始发软了。我觉得走在上面需要一股很大的一股勇气，一面是要面对这个长长的水流，一面是要面对这种万丈深渊。如果有想来的朋友，我建议还是不要来了。看这里，它这个栏杆应该是随着时间的久远，这个栏杆已经向前倾斜了。体验完这一段，我特别感慨到那个老一辈那种坚韧不拔的一个精神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